六道轮回是佛法中最基础也最深刻的道理之一。很多人对轮回的理解停留在人死后会投胎变成另一种生物，这种理解太表面了。六道轮回不是简单的变身游戏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心识流转法则。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人生来富贵，有人生来贫贱；为什么有人健康长寿，有人多病短命；为什么有人一生顺遂，有人处处碰壁。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，而是过去世行为的结果。佛经有云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你过去世行为的结果，你现在的每一个起心动念，每一个行为选择都在为来世铺路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因果关系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下什么种子，就收获什么果实。这个道理在土地上成立，在心识上同样成立。六道具体是哪六道？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前三个被称为三善道，后三个被称为三恶道。天道众生福报最大，寿命极长，享受种种快乐。阿修罗道福报也很大，但嫉妒心和争斗心很强。人道苦乐参半，最适合修行。畜生道众生愚痴，被人类驱使宰杀。恶鬼道众生常年饥渴，咽喉细如针孔。地狱道众生承受各种酷刑，痛苦无间。很多人觉得六道轮回离自己很远，那是天界或者地狱的事情。这个想法错了。六道轮回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你升起一念慈悲，那一刻就在天道；你升起一念极度愤怒，那一刻就在阿修罗道；你升起一念明理觉知，那一刻就在人道；你升起一念愚痴无明，那一刻就在畜生道；你升起一念贪婪渴求，那一刻就在恶鬼道；你升起一念极度的怨恨和痛苦，那一刻就在地狱道。六道不是死后才去的地方，而是心念的六种状态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时下很多人不相信轮回，你觉得不相信轮回对一个人的行为有什么影响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六道轮回的核心是业力，业力不是神秘的力量，而是行为留下的痕迹。你做了某件事，这件事的影响不会随着事情结束而消失，它会留在你的心识里，等到适当的因缘出现时，就会产生相应的结果。这就是业力法则。六道轮回就是这个法则的体现。你的业力决定了你死后心识的去向。善业多的人往生善道，恶业多的人堕入恶道。天道的生活听起来很美好，天人的寿命极长，享受各种妙乐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烦恼。但天道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太舒服了，舒服到忘记了修行。天人整天沉浸在快乐中，没有动力去思考生命的真相。等到福报享尽，天人会出现五衰相，衣服变脏，身体发臭，座位不安。这个时候天人才意识到自己要堕落了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天人死后往往会堕入恶道，因为在享乐中没有积累新的善业。阿修罗道的特点是福报大，但脾气大。阿修罗有天的福报，没有天的德行。他们嫉妒天人的享受，经常跟天人打仗。阿修罗男的相貌丑陋，女的相貌美丽。他们一生都在争斗中度过，赢了还想赢，输了更愤怒。这种状态很像人间那些有钱但脾气暴躁的人。他们有财富，有地位，但没有内心的平静。他们的心被嫉妒和愤怒占据，永远不满足，永远在比较。人道是最特殊的一道，人的福报不如天人，痛苦不如地狱。人世间有苦有乐，有顺有逆，这种苦乐参半的状态恰恰最适合修行。人在顺境中不会太放纵，因为知道顺境会过去；人在逆境中不会太绝望，
因为知道逆境也会过去。人能够思考，能够反省，能够选择，这些能力让人类有了超越六道的可能。佛陀就是在人间成佛的，不是在天上。这一点本身就说明了人道的珍贵。三恶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，畜生道众生我们天天都能看到，家里的宠物，路边的野猫，农场的牛羊，森林里的野兽。畜生的特点是愚痴，他们被本能驱使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。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修行，什么叫解脱。一只狗永远不会想我要怎么脱离狗身，它只会想下一顿饭在哪里。畜生道的苦主要来自被人类意识和宰杀。牛耕田一辈子，最后还要被宰杀吃肉。鸡被关在笼子里下蛋，一生没有自由。这些痛苦是真实存在的。恶鬼道的情况更惨，恶鬼道的众生肚子很大，咽喉很细，永远吃不饱，喝不到水。他们看到远处有清水，走过去发现水变成了脓血。看到远处有果树，走过去发现树是枯的。他们的痛苦来自极度的饥渴和求不得。恶鬼道对应的心理状态是贪婪。一个极度贪婪的人永远觉得不够，永远在渴求下一个东西。这种心态如果成为习惯，死后就会感召恶鬼道的果报。地狱道是最痛苦的一道。佛经中描述了很多种地狱，有八寒地狱、八热地狱，还有禁边地狱和孤独地狱。八热地狱中最低等的等活地狱，众生见面就互相残杀，死后被冷风吹活，然后又开始互相残杀，这样反复受苦。更深的黑绳地狱，狱卒在众生身上划线，然后用火红的锯子沿着线锯开。无间地狱是地狱中最深的一层，受苦无间，没有一刻停歇。这些描述不是为了吓唬人，而是为了让人明白恶业的可怕后果。很多人觉得地狱的描写太夸张了，不可能是真的。这种怀疑可以理解，因为人间的痛苦跟地狱比起来确实不算什么。但佛经中反复提到地狱，不是为了让人们恐惧，而是为了让人们生起出离心。知道地狱的苦，才会珍惜人身；知道恶业的果报，才会谨慎自己的行为。地狱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众生，而是业力自然显现的结果。你造了恶业，就像种下了毒草的种子，长出来自然是毒草，不是谁在惩罚你。六道轮回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人害怕，而是让人看到希望。轮回说明生命不是只有这一辈子，你现在做得不好，还有机会改正；你现在处境艰难，还有机会翻身；你在这一世没有完成的修行，下一世可以继续。这个道理给了无数人第二次机会。一个犯了大错的人，如果他真心忏悔，改过自新，他的未来还有希望。一个修行没有成就的人，只要保持正念和愿力，来世可以继续修。轮回也解释了为什么好人会受苦，坏人会享福。好人受苦是因为他过去世造的恶业在这一世成熟了，坏人享福是因为他过去世造的善业在这一世成熟了。这不代表因果法则失效了，恰恰证明因果法则在运作。好人的善业不会消失，会在未来成熟；坏人的恶业也不会消失，也会在未来成熟。你看不到因果的及时回报，不代表因果不存在。有些果报在这一世就成熟，有些要等到下一世，有些要等到很多世以后。修行人看六道轮回，不是为了计算自己来世去哪里，而是为了超越轮回本身。六道再美好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天人的福报再大，也有享尽的一天；人道的修行再好，也逃不过生死。真正的解脱是跳出六道，不再被业力牵引。这就是佛法讲的出轮回。出轮回不是去第七道，而是从所有的道中解脱出来。你不再被善业恶业绑着，不再被迫投生到任何一道。怎么才能出轮回？方法很多，但核心只有一个，就是断除无明。无明就是看不清真相，把虚幻当作真实，
把痛苦当作快乐。当你彻底看清了五蕴皆空，看清了诸法无我，你就不会再造新的业。旧的业虽然还在，但没有了烦恼水的浇灌，种子就不会发芽。等到这一生的果报收完，你就不会再受后有了。这就是阿罗汉的解脱境界，也是每个修行人最终的目标。最后把这段话送给大家：六道轮回不是遥远的神话，而是你每天的生活。你起善念，就是在积集天道的业；你起恶念，就是在积集三恶道的业。你既不执着善，也不执着恶，用智慧关照一切，就是在走向解脱。不要等到死后才关心自己去哪里，你现在的每一个心念都在决定你的方向。心念改变，行为改变；行为改变，业力改变；业力改变，六道的去向就改变了。你能掌控的不是外境，而是这一念心。这一念心清净了，六道就困不住你了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